梅根当年有多嚣张，现在脸就有多疼。他曾当众嘲讽7岁的乔治王子性格有缺陷，扬言自己上手能调教得更阳光大方。结果13岁的乔治在温网皇家包厢的一场握手，直接把他的荒唐言论碾得粉碎。就在最近的温网男单决赛现场，皇家包厢里的一幕直接登上了全球各大媒体的头版。德国总理默茨看完比赛，特意走到威廉王子一家的座位前寒暄，跟威廉打完招呼之后，他微微俯下身，主动把手伸向了旁边穿着小西装、戴着彩色墨镜的乔治王子。这可是德国的头号政治人物啊！换做普通12、13岁的初中生，面对这种阵仗，要么紧张的攥衣角，要么躲到爸妈身后，能挤出一句礼貌的问候都算不错了。可乔治呢，动作行云流水，半点不慌。他先是利落地摘下墨镜，小手稳稳地伸出去跟默茨相握，脸上瞬间切换到标准的得体微笑，眼神坦荡地迎着对方，没有半分躲闪，也没有小孩常见的扭捏拘谨。整个过程他没扭头看爸爸求助，也没露怯，握手、对视、问候，一套动作下来分寸感拉满，连默茨都忍不住笑着夸赞他，气场完全不输旁边的威廉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旁边的夏洛特公主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哥哥的整套操作，还顺手撸了撸自己的头发，那小表情明摆着就是在偷偷学，随时准备好跟上哥哥的节奏。当天，威廉和乔治还是父子同款西装、同款领带，站在一起，气场直接同步。乔治这2年是暴风式生长，个头窜得飞快，凯特官方身高175，出席活动常穿近10厘米的高跟鞋。现在乔治站在他身边，个头已经差不了多少，实打实长到了170左右。照着威廉191的身高底子，成年后妥妥185加的挺拔个子，身形一站出来，就自带少年人的英气。后来他跟网球冠军希娜聊天的时候，更是声音洪亮，应答干脆，思路清晰得很，全程松弛又大方。私下里跟妹妹玩遮阳帽的时候，又能秒变回调皮少年，把帽檐翻来翻去搞怪，一会儿装深沉老绅士，一会儿扮西部小牛仔，逗得夏洛特和凯特笑个不停，活脱脱一个宠妹又宠妈的暖心少年。很多人只看到了温网这一次的亮眼表现，却不知道这根本不是临时发挥，而是乔治10几年循序渐进成长的必然结果。早在2023年查尔斯3世的加冕礼上，当时才9岁的乔治就已经接过了人生中第一份正式王室任务，担任国王的荣誉侍从。那天，他穿着红金相间的传统礼服，站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加冕台旁，双手稳稳托着查尔斯国王长袍的尾摆，全程站了整整2个小时，腰背挺直，没有半分懈怠。他是英国王室历史上第一位担任这个职务的直系王位继承人，身边另外3个侍从都是贵族子弟，年纪都比他大，可他的表现却最沉稳。彩排的时候，侍卫官反复叮嘱他，手里的17世纪古剑剑尖必须朝向地面，绝不能对着国王。正式仪式上，他真的做到了剑尖分毫不差。当时镜头扫过他微微绷紧的侧脸，所有人都能看出来，这个小男孩已经悄悄读懂了王冠的重量。到了2025年5月，11岁的乔治又跟着父母出席了白金汉宫的2战老兵茶会，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参与王室公务接待。现场，他坐在威廉身边，学着父亲的样子跟老兵握手聊天，听到老兵讲战争故事时眼神专注，临走时还主动起身扶老人落座，细节周全得让在场的人都惊讶，甚至连王室的安全规则都为他做了调整。满12岁之后，他就不能再和威廉同乘一架飞机出行，就是为了避免意外发生时2位顺位继承人同时出世，这是只有核心继承人才有的特殊待遇，也是他身份与责任的双重证明。很多人看完都在夸，乔治长大了，越来越有未来国王的样子了。可你要是翻回几年前的言论，就会发现有人早就对着这个当时还没满10岁的孩子扣上了一堆莫须有的帽子。这个人就是梅根。早些年，梅根刚嫁进王室没多久，就敢公开对着年幼的乔治王子肆意评头论足。他抓住乔治小时候腼腆内敛的孩童天性，刻意放大成性格短板，嘴上说着担心孩子不够开朗、不够勇敢，摆出一副长辈关心的姿态，话里话外全是轻视和嘲讽，甚至大言不惭的放话，要是换他来教，
肯定能把乔治调教的阳光大方。他的越界远不止随口点评性格，看到威廉晒乔治穿短裤的照片，他当众嘲讽王室的穿衣规矩古板，说自己以后绝对不让孩子穿短裤。看到乔治跟着威廉学打猎，他又站在动物保护的制高点指责，说这样的教育残忍冷血。就连乔治6岁生日，哈里梅根发的祝福文案里，连乔治的王室头衔和全名都不肯提，敷衍的连普通粉丝都不如。说白了，这哪里是关心孩子，这根本就是冲着凯特去的妯娌暗战，世界踩孩子来打楚妃的脸。当年伴娘礼服风波闹得凯特当场落泪，梅根就一直憋着劲想压凯特一头，可她在公务口碑上样样比不过，就只能对着年幼的孩子下手，靠暗讽乔治的性格教育来反衬自己的先进育儿理念，顺便给肚子里的阿奇铺路。毕竟正统继承人要是被贴上性格缺陷的标签，他的孩子就能靠他口中的阳光教育弯道超车，抢一抢公众的好感。一个刚进门的旁支王妃，对着王室正统继承人未来的英国国王品头论足，说人家性格有缺陷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心直口快，这是失礼，是没分寸，更是藏着自己的野心。就好比百年企业里刚入职的旁系家属，对着公认的未来接班人说你能力不行，潜台词不就是我家的更行吗？这心思藏都藏不住。他当时估计打着如意算盘，靠踩乔治立自己懂教育、有想法的人设，顺便挑拨一下凯特的形象。毕竟孩子的性格好坏，大家第一反应都是怪妈妈。可惜啊，时间从来不会陪人演戏，你当年嘴有多快，现在脸就有多疼。如今13岁的乔治，用实打实的表现，把梅根当年的荒唐言论撕得一干二净。曾经有点怕生的小男孩，现在上能对着外国总理从容握手，气场全开；下能陪着妹妹搞怪撒娇，温柔贴心；跟长辈交流得体大方，跟父母出席活动规矩周全，褪去了孩童的稚嫩，浑身都是端正的少年气。未来君主的雏形已经清清楚楚摆在那了，这可不是凭空长出来的，全是威廉和凯特一步一步精心教出来的。你看凯特的教育方式，永远是温柔有尺，规矩有度。他不会把孩子当成博眼球的工具，也不会把孩子藏得不见天日，而是循序渐进地带孩子接触王室公务。小的时候只在重要的庆典露面，尽全力保护他们的童年。等慢慢长大了，就带着出席温网、慈善活动这种轻松的场合，一点点适应镜头和礼仪。等到凯特大病好转之后，乔治更是开始正式接触小型公务，待人接物、表情管理，每一样都练得周到得体。为了让孩子不被特权冲昏头，凯特特意给3个孩子选了普通的走读制预备小学，没有送进传统的贵族寄宿学校。每天夫妻俩亲自开车接送孩子上下学，跟其他家长一样在校门口排队参加家长会、运动会。连学校其他家长都夸凯特完全没有架子，就跟普通妈妈一样。他还特意定下了去特权化的育儿规矩，不准孩子接受任何品牌的代言合作，哪怕对方开价1000万英镑也直接拒绝。不准在孩子面前强调王子公主的身份，让他们跟同学正常相处，甚至刻意让孩子玩泥巴、摘果子、参加运动会。乔治在学校跑步摔得满身是泥，都是自己爬起来接着跑，从来不让保镖上前扶。他的教育逻辑很清楚，王冠是未来的责任，但童年首先是童年，先把孩子养成一个身心健康、品格端正的人，再慢慢教他承担君主的责任。所以乔治既能在加冕礼上端庄沉稳，也能在运动会上撒欢奔跑，能跟外国总理从容握手，也能跟妹妹玩这样冒玩的哈哈大笑，既有君主的分寸，也有少年的鲜活。一边给足孩子正常的家庭生活，让他们在父母的陪伴、兄妹的打闹里长大，内心充盈有底气，一边一点点把王室的责任和规矩交给孩子，帮他们慢慢适应未来的身份。这种张弛有度的培养，才养出了乔治这种既有少年气又有君王范的性子。而且凯特的厉害之处，从来不是硬邦邦的立规矩，而是用软手段做布局。他知道乔治是未来的君主，夏洛特是哥哥最得力的助手，所以从小就培养兄妹俩的感情，也照着安妮公主第2的方向培养夏洛特。以后哥哥继位，妹妹就是最靠谱的左膀右臂。你看每次出席活动，
乔治照顾妹妹，夏洛特跟着哥哥学，兄妹俩感情好的不行，这不就是王室最稳固的未来班底吗？说真的，凯特这步棋走得太稳了，他从来不在明面上跟谁争，就踏踏实实养孩子，做公务，攒下满格的路人缘，也把下一代继承人的形象立得扎扎实实。看似温柔没攻击性，实则早就把王室未来的叙事权牢牢攥在了自己手里。反观梅根呢，当年对着别人的孩子指指点点，说3道4，轮到自己的孩子又是怎么教的？这么多年了，外界能看到的阿奇和莉莉贝特几乎全是背影、侧脸，连个清晰的正面照都没几张，更别说像乔治、夏洛特一样大大方方出现在公众面前，跟人正常交流了。不少网友都看出来，镜头里的阿奇总是安安静静的，很少有同龄孩子的活泼劲儿，社交状态和情绪状态都透着一股拘谨。更讽刺的是，梅根嘴上说要给孩子自由普通的生活，转头却拼了命给孩子抢王室头衔。查尔斯刚继位，他就逼着哈里去争。按照1917年的王室专利，国王的孙辈本来就自动拥有王子公主头衔，可他非要大张旗鼓官宣，特意把莉莉贝特的公主头衔放在官宣最前面，生怕全世界不知道。可头衔抢到手了，他又不让孩子回英国参加王室活动，女王的葬礼、查尔斯的加冕礼、安妮公主儿子的婚礼，所有王室重要场合，阿奇和莉莉贝特全都缺席，连跟堂哥堂姐见面的机会都没有。阿奇现在在加州的私立学校上学，梅根对外说孩子很受欢迎，会带水果分给同学，可翻来覆去就只有这一个例子，连一张孩子跟同学玩耍的正面照片都没有。对比乔治在学校参加橄榄球比赛，跟同学打成一片，还能代表学校参加校际比赛的鲜活状态，谁的孩子成长得更舒展，一目了然。同样是王室血脉的孩子，乔治在阳光底下大大方方的长大，练本事，攒底气，一步步往继承人的位置走。阿奇和莉莉贝特却被藏在加州的豪宅里，只能从父母嘴里听自己有王室血统，有继承权。连正儿八经的王室场景都没见过几次。这次回英国见查尔斯，两个孩子看着皇家庄园满眼震撼，跟从小泡在王室里的堂哥堂姐一比，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。说句扎心的，梅根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敢大大方方放出来，连正常的成长环境都给不了，当年哪来的底气，对着凯特叫出来的乔治指手画脚。梅根的脸被打肿，哈里心里估计更不是滋味。说起来也唏嘘，乔治刚出生的时候，哈里是最疼这个侄子的叔叔。当时他还跟朋友炫耀，说自己的侄子可爱的不得了，以后要教他玩，教他参军，甚至还抱着刚出生的乔治出席活动，满脸都是当叔叔的骄傲。那时候的哈里，从来没想过有一天，自己会被这个抱在怀里的小侄子彻底挤出王室的舞台中央。他之前还撂下过一句狂话，跟朋友私下打赌，说侄子乔治至少要18年才能盖过他的风头。结果呢，倒计时才走了13年，他就已经被这个当年抱在怀里的小侄子挤到了新闻的边角料里。现在你翻开英国的王室新闻，头版是乔治温网亮相，是威廉凯特一家出席公务，是夏洛特又有什么可爱的瞬间。而哈里呢，要么是打官司输了要赔巨款，要么是商业合作黄了，要么是巴巴的回英国求见父亲，连个官方合影都捞不着。说起来也讽刺，当年哈里是王室里最受欢迎的俏皮浪子，参军做慈善，阳光开朗，风头确实不输当时的威廉，可他自己亲手把这一切做没了，跟着梅根退出王室，掀了王室的牌桌，转头靠卖王室隐私赚钱，把自己的名声耗得一干二净。现在的他跟英国联合报业的隐私官司打输了，5000万诉讼费直接砸手里，家底快掏空了。跟 Netflix 的上映合作没了下文，平台根本不想续。梅根的播客做了没几季就被砍，他自己推的生活方式品牌库存积压卖不动，连供应链都快维持不住，钱袋子眼看着就要空了，走投无路了。又想起王室的好，带着孩子回来求见查尔斯，想给孩子争头衔争权益，想重新搭上王室的快车。他嘴上说着王室是牢笼，当年有多迫不及待要逃离，
现在就有多放不下王室的头衔和特权。他一边跟全世界控诉王室的冷漠和算计，一边转头对着自己的孩子说，要珍惜自己的王室血统，要记住自己的继承人身份，要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。这不就相当于你亲手把公司的桌子掀了，骂完公司，骂领导，拍拍屁股走人了，转头却把公司的股权凭证塞给孩子，告诉他这东西金贵得很，以后要靠它吃饭。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？他总觉得自己是王室的备胎，受了委屈，可他从来没明白过，王室的每一份光环背后都绑着对应的责任。乔治小年纪就要学礼仪、练应对，要学着在镜头前保持得体，要慢慢接过未来君主的担子。这些责任，哈利当年就没想着担过，现在更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担。他想要的从来不是王室的责任，而是王室头衔带来的特权和好处。所以他现在拼命想挽回己，想给阿奇和莉莉贝特争头衔、争继承权，说白了就是想给孩子留一张长期饭票，留一个能一直吃流量红利的身份。可他忘了，当年是他自己亲手烧了回家的桥，是他自己把孩子带离了王室的舞台。他抱怨聚光灯不再照向他，可聚光灯本来就是照着王室继承人的，你自己离开了那个位置，凭什么还要求灯光跟着你走？现在乔治稳稳地站在聚光灯中央，大方得体，气场全开，接过了属于下一代继承人的所有关注，而哈利只能在大洋彼岸，靠着翻来覆去炒王室的冷饭过日子，此消彼长，谁赢谁输，一目了然。很多人觉得，这就是两个孩子的成长对比，就是梅根嘴碎被打脸的八卦，可往深了挖，这根本就是王室内部叙事权的终极争夺，是正统传承路线和流量叛逆路线的正面碰撞。威廉和凯特走的路，是守着王室几百年的规矩，一步一个脚印培养继承人，用得体的言行、靠谱的形象，一点点攒公众的信任，守住君主制的根基。他们不搞花活，不博眼球，踏踏实实做公务，认认真真养孩子，把王室的未来稳稳攥在自己手里。乔治的每一次亮相，都是在给公众传递信号，王室的下一代继承人很靠谱，王室的传承很稳。而哈利梅根走的路，是把王室身份当成变现工具，靠爆隐私、卖惨、制造冲突赚流量快钱。他们不在乎王室的名声好不好，只在乎自己能不能赚到钱，能不能拿到特权。当年他们踩乔治、踩威廉凯特，就是想破坏公众对正统继承人的印象，抢过王室的叙事权，给自己的流量人设铺路。可叙事权从来不是靠嘴炮抢来的，是靠实打实的行动立住的。梅根说乔治性格有缺陷，结果乔治长成了阳光得体的少年。他们说王室冷漠无情，结果威廉凯特一家和睦，兄妹情深，圈了一波又一波好感。他们说自己追求自由，结果混到商业崩盘，还要回头蹭王室的热度。时间长了，公众心里都有一杆秤，谁是真的为王室负责，谁是真的拿王室当提款机，看得清清楚楚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连外国政要都看得明白，德国总理默茨为什么特意俯身跟乔治握手，不是因为他是个可爱的小孩，是因为他是英国未来的国王，这是外交场合里心照不宣的认可，是对王室正统继承人的尊重。这种级别的认可，哈利梅根就算再炒100次王室八卦也换不来。这就是最现实的差距。你掀桌子闹得再凶，嘴上说的再好听，没有实打实的身份和地位，没有公众的信任，就永远进不了核心圈子。王室的权力中心永远只会留给守规矩、担责任的继承人，不会留给只会消费王室的叛逆者。谁都没想到，当年梅根一句轻飘飘的嘲讽，如今成了照出两边处境的镜子。一边是正统继承人稳步成长，牢牢接住王室的未来，一边是出走的叛逆者步步后退，连孩子的王室身份都快保不住。现在乔治才13岁，就已经接住了来自外国政要的质疑，接住了公众的期待，稳稳站在了王室未来的 C 位。后面还有夏洛特、路易，一个个都在按部就班的长大，王室的下一代班底已经稳稳打好了。而哈利和梅根的孩子阿奇和莉莉贝特，只能隔着大西洋，从父母嘴里听自己的王室身份，连正大光明站在白金汉宫阳台上的机会都没有。
明明有着相近的血脉，却活成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。说到底，都是父母的选择决定的。其实看到现在，你应该明白，王室的传承从来不是靠血统就够了，更靠刻进骨子里的教养和担当。口舌争不来半分体面，教养撑得起万军王冠。流量带来的喧嚣总会散去，靠算计拿到的光环总会褪色。唯有刻在言行里的规矩，担在肩上的责任，才能撑得起一顶沉甸甸的王冠，才能守得住一份延续100年的体面。梅根当年逞了一时的口舌之快，哈里当年图了一时的自由爽快，可到头来输了信任，丢了位置，连孩子的未来都被挡在了王室大门之外。而威廉凯特一家，踏踏实实走每一步，认认真真教孩子，用润物细无声的布局，牢牢握住了王室的现在和未来。乔治今天的每一次得体亮相，都是在给王室的公信力添砖加瓦，都是在给未来的君主之路铺路。路都是自己选的，后果也得自己担。有人选了责任，就站在了聚光灯的中央；有人选了利益，就只能在边缘徘徊，看着曾经属于自己的舞台，慢慢站上新的人。哈里总说回家的路难走，可难的从来不是地理上的距离，是他自己毁掉的信任，是他选错的方向，是他永远不想对等付出的责任。这道坎不是靠见几次父亲，争几个头衔就能跨过去的。而乔治的故事才刚刚开始，这个13岁的少年已经用自己的表现，给了所有质疑者最响亮的回应，也给英国王室的未来交上了第一份合格的答卷。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，别忘记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